特朗普缩短乌俄协议期限，要求俄罗斯在10天到12天内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英美计划替换泽连斯基，乌克兰驳斥俄言论。乌俄互相袭击对方纵深目标，数百架无人机袭击双方重要目标。强化东翼防御，北约启动强化东翼威慑能力计划。美国对欧战略大调整，3成兵力将撤出欧洲。泰国、柬埔寨停火协议刚生效，柬埔寨就违反规则发动袭击。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新的最后期限，以此来对普京施压，要求其结束乌俄冲突。当地时间7月29日，特朗普表示，他把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的最后期限设定为10天，从7月29日开始计时。如果在最终期限前，俄罗斯没有就此达成协议，将面临美国新的制裁。值得注意的是，7月28日，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斯坦默会晤前，曾对记者表示对普京十分失望，将考虑到此前设置的50天期限，并表示，由于俄罗斯多次未能达成协议，对于与普京直接谈话已经不太感兴趣了。到了29日，特朗普进一步表示，如果俄罗斯未能在结束乌俄冲突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将在10天后开始对俄罗斯加征关税，同时还将采取其他措施。针对特朗普的言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已经注意到特朗普近期表态。作为回应，俄罗斯暂缓修复美俄关系，美俄总统会晤也没有列入具体议程，同时还将继续进行特别军事行动。而在前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特朗普玩的最后通牒游戏，无论是50天还是10天，每次最后通牒都是对俄的一种威胁，将成为迈向战争的一步。火力军认为，此次将期限从50天缩短到10天，表明特朗普认为过去1个多月的谈判并未达到特朗普的预期，所以才会通过设定一个极短、几乎不可能通过常规谈判达成目标的期限，来对俄罗斯极限施压。不太感兴趣的表态也表示特朗普将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所以，火力军推测，在10天结束后，若普京未能按照特朗普要求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全面解除对乌克兰的援助限制。事实上，从特朗普上台之后，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多次摇摆，但从最近1-2个月来看，特朗普开始不断敲打俄罗斯。事实上，在美国针对乌俄冲突的政策不断调整中，并未放弃对乌军援、对俄制裁的策略。当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候，也是希望对俄罗斯进一步施压，未来也有可能加码制裁。接下来看一下乌俄战场最新战况。7月28日，根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苏斯汀签署协议，将从2025年8月1日起关闭与乌克兰接壤的20个国家边境检查站。此次关闭的检查站均为依据1995年2月8日俄罗斯与乌克兰签订的边境检查站协议设立，其中包括13个公路道口与7个铁路道口。7月29日，根据前线战报，双方爆发172次战斗，超过半数战斗发生在莱曼、红军村方向。当天，俄军发动90次空袭，投放了149枚制导航空炸弹，并动用3000余架无人机战斗袭击。空袭范围覆盖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杰尔诺维、顿涅茨克州科斯基扬基尼夫卡等多地，扎波罗热多处定居点同样遭到轰炸。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与导弹炮兵部队同样展开反击，精确打击俄军5处人员装备集结区、2个指挥所、1座弹药库以及2套火炮系统。在当天的战斗中，莱曼是当天战斗重点。俄军对新耶格里夫卡、卡尔皮夫卡等防御要点发动32次猛攻，试图突破乌军防线。西维尔斯克方向，乌军成功阻击了俄军在赫里霍里夫卡附近的4次突击，并在托列茨克方向阻挡俄军10次攻势。与此同时，乌军发射近1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多个地区发动袭击。罗斯托夫的油库、火车站、发电站以及配电设施遭到密集打击，并引发了爆炸与大火。此外，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夏诺夫格罗德的俄工程兵第210区域训练中心，导致俄军出现重大伤亡。罗斯托夫博罗季诺夫斯基训练场的弹药遭遇袭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位于俄军第11工兵旅第45767部队辖区。乌军还袭击扎波罗热卡姆扬斯克的俄军弹药库，俄军遭受重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对卡米扬斯克的导弹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坦克病房与治疗设施被毁，另有2所医疗单位、学校及近50栋民居受损。截至2025年7月29日，俄军自冲突爆发以来累计战斗损失达105.13万人，过去24小时新增损失1000余人。
当地时间7月29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声明，驳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关于美英乌三方举行秘密会谈，计划替换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言论。声明称，此类谣言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授意编造，旨在破坏乌克兰社会稳定，并破坏乌军政领导层团结。根据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媒体援引俄对外情报局消息报道称，在不久前，美国、英国代表在阿尔卑斯地区与乌总统办公室主任耶尔马克、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以及乌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举行秘密会面，讨论将替换泽连斯基的问题。俄罗斯声称，美英双方决定由扎卢日内出任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俄罗斯第一次传出此类消息。在2023年的时候，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就宣称，欧美国家对泽连斯基不满，考虑在适当的时机换掉。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又一次传出此类言论，给出的理由也很直接，称泽连斯基已经失去利用价值。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不免让人觉得就是为了引起乌克兰军政领导层不和，以便让俄军在前线获得先机。反正火力军是不会相信的。要知道，若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真的了解到英美与乌克兰部门高层商讨换掉泽连斯基的事情，大可等待事件发生后，等到乌克兰因为替换总统导致国内政坛不稳时，对前线发动大规模袭击，岂不是能获得更大战果？你们觉得呢？接下来看一下北约方面的动态。根据报道，北约启动强化东翼威慑能力计划。根据报道，北约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表示，为了强化东翼的综合防御能力，北约启动名为东翼威慑线的计划，成员国将依托该计划强化协同作战能力。其一，将重构指挥机制。为了实现战略指令到战术执行的快速转化，北约将推动东翼指挥结构扁平化，简化成员国的决策流程。该策略将打破以往按照区域划分的指挥模式，使得北约内部在调动兵力、装备以及后勤等资源时变得更加灵活多变。其二，将推动波罗的海三国在战略要地等区域部署反装甲武器、中远程防空系统以及远程精确打击系统等。同时，还要加强东翼成员国的态势感知能力，能够应对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等多种威胁。最后，则是通过调整军工生产布局与加强产业合作，强化北约东翼防御的后勤支撑与持续作战能力。比如将部分装备生产转移至欧洲大陆，缩短运输距离，降低供应链风险，以此来保证北约爆发危机时能从欧洲本土生产线或武器库快速将各类装备运送到东翼地区。而在前沿部署方面，北约将在现有的8个营级战斗群的基础上，将部分部队向旅级战斗群的规模扩充。目前，北约驻拉脱维亚的多国战斗旅已经完成组建，将承担波罗的海地区的前沿部署任务。德国于5月组建的立陶宛旅计划在2027年达到5000人的部署规模。这些旅级战斗群将与东翼成员国的国防力量深度融合，从而成为北约区域防御的重要力量。有专家表示，北约加强东翼威慑能力，目的是通过强化区域军事存在，巩固北约在东翼的战略主导地位。不过，相关计划在推进过程中仍会面临诸多条件，无论是扩充前线兵力、提高国防产业产能，还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持续的资金与技术支持。虽然部分成员国已经实现国防开支占 GDP 2%的要求，但在东翼防御的庞大需求下，仍面临许多困难。这也是为何北约希望成员国国防开支提升到 5% 的原因。此外，北约成员国之间军事工业基础、武器装备标准参差不齐，想实现有效整合还需要时间。接下来是美国方面的最新动态。美国政治新闻网援引匿名北约官员的消息称，美国将大量撤出驻扎在欧洲的兵力。根据报道，据北约官员表示，美国会将多达 30% 的兵力撤出欧洲。目前，美国在欧洲的常驻军事人员大约10万人，其中德国驻军 7.3 万人，剩余驻军主要部署在意大利、英国、西班牙以及比利时等国。若该消息属实的话，主要撤出的国家将是德国。有专家认为，此前德国增加250亿欧元大规模扩军备战的原因，就是因为察觉到这个动向。根据法新社报道，自7月24日开始，泰国与柬埔寨之间因争夺一些有争议的古庙而爆发冲突，数日战火中造成40余人死亡。7月29日，泰国与柬埔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两国边境局势，并在会议结束后举行联合发布会，两国同意无条件停火。协议于7月28日24时正式生效，在马来西亚达成协议。然而，在协议生效数小时后，两国边境再次传出爆炸声与枪声，战斗一直持续到29日黎明。对此，泰国军方直接表示，柬埔寨先破坏协议，动用重武器对泰军阵地发动袭击。
泰国方面被迫反击，柬埔寨则反咬一口，不仅指控泰军在达成协议后仍向柬军开火，还声称泰军使用违反国际法的有毒化学武器。俄乌战场上的无人机已经快把坦克给逼疯了。为了应对这一致命威胁，美国陆军不但开始尝试给坦克焊上防护网，还在测试一种堪称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给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换上一挺 M134加特林机枪。近日，美国陆军第一装甲师在其官方账号上发布了一批测试场的照片，照片中显示他们将坦克原有的 M240拆除，换成了 M134多管机枪。考虑到当前的情景，此举的目的非常明确。面对天上那些小而快、神出鬼没的 FPV 无人机，传统机枪射速太慢，很难有效命中。这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二战结束之后产生的骑射理论。这个理论很简单，用1颗子弹去打一只苍蝇很难，但用一把沙子去扬它，命中率就高多了。M134就是用破撒弹幕来代替机枪点射，即便瞄准有偏差，密集的弹雨也能覆盖一片区域。对付无人机这种装甲为零、一碰就坏的目标，这种概率杀伤远比单发射击更有效。至于说供电和弹药问题，我们倒是不用太担心。M134早在10几年前就已经被安装在了悍马车上，只不过那个时候他要做的是压制城市环境中的步兵，而这次是要击落层出不穷的无人机。在火力军看来，美军的这次魔改看似脑洞大开，其实算不上什么创新。早在冷战时期，美军就有一款 M163火神自行高射炮，那玩意儿就是把一门20毫米口径的多管机炮安在装甲车上，专门用来撕碎低空飞行的飞机和直升机。如今不过是把同样的思路撞到了用来对付更小、更廉价的无人机罢了。当然，这种方案也有其显而易见的缺点，多管机枪的弹药消耗是个无底洞。以 M134的射速，坦克里那点机枪弹药恐怕也就只够机枪手爽几分钟的。而且 M134安放的位置并不是遥控武器站，而是炮塔顶部装填手舱口周围的一个环上，士兵必须探出身体才能操作机枪，对机枪手的生命安全并不是很友好。当然了，考虑到 M134并不算特别重，美军之后把它装在遥控武器站上也不是不可能的。近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防务展上，土耳其国防巨头罗克山公司高调展示了一款堪称巨无霸级别的新型弹道导弹台风4。从现场公布的画面来看，台风4的尺寸远超其前辈台风1，导弹总长度近10米，直径约1米，比起现有的台风系列导弹，台风4整整长了1半还要多。再加上巨大的10轮发射车和粗壮的弹体，火力军可以判断，这款导弹的射程可以轻松突破1000公里，达到2000公里也不是不可能。这就代表着土耳其算是正式加入了中程弹道导弹俱乐部。要知道，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到莫斯科不过1800公里，从土耳其本土发射的台风4，其打击范围能够覆盖整个东南欧、中东、北非，当然也包括俄罗斯的欧洲大部。不过，莫斯科的老爷们倒是不需要惊慌，因为利比亚的那点破事还不至于让埃尔多安动刀动枪。7月17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阁会议中表示，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土耳其的中远程导弹库存正在提升到有一定威慑力的水平。埃尔多安说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是以色列和伊朗爆发激烈冲突的第3天，针对的是谁已经不言而喻了。事实上，自2023年10月新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以关系进一步紧张。埃尔多安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指责以色列，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也是分歧不断，险些擦枪走火。就火力军看来，中东地区真正能在军力上和以色列碰一碰的，基本上也就属土耳其了。作为地区军事强国，土耳其素来重视军事工业发展。2024年，土耳其武器出口额达到了71.54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1大武器出口国。TB2 无人机等装备在俄乌战场上也表现不俗。而比起常规武器来说，最近土耳其在弹道导弹领域的突破更具有战略意义。2022年10月，土耳其成功试射台风弹道导弹，射程500余公里。虽然通过增加弹体直径和长度，其射程可进一步提升至1000公里左右，但区1000公里的射程，想要高强度介入中东地区冲突，形成有效威慑力量，还是差了不少的。这次台风4的出现，显然是对土耳其远程威慑力量的一个补充。不过话又说回来，纵观国际，中程弹道导弹自从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就在不断加速扩散。从韩国的玄武系列导弹到伊朗的各种流星，再到如今土耳其的台风，越来越多的地区强国正在打造自己的中远程威慑力量，反而是老牌军事强国在发展中程弹道导弹的问题上显得有些畏首畏尾。就火力军来看，土耳其这枚巨大的台风4不仅承载着总统埃尔多安的大国梦，也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极强的战略武器进一步强调其自主权，而不是北约中的无名小卒。
近日，据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已正式启动远程导弹的部署计划，首个部署点选在了九州地区的熊本市，并力争在本年度内完成。这次部署的主角是日本国产的改进型12式地对舰导弹。12式反舰导弹是88式地对舰导弹的升级版，采用 Ka 波段有源相控阵导引头，采用惯性导航系统，配备中段 GPS 制导和地形匹配，具有目标识别能力，打击精度非常高。而且12式反舰导弹可以和其他平台建立数据链，在攻击的初始和中段可由其他平台提供目标。自2023年度起，日本启动了量产改进型12式地对舰导弹的计划，将其射程提升至约1000公里，并于去年在东京新岛进行了首次试射，未来还考虑继续提高到1500公里。改进的12式采用隐身设计，以降低雷达散射截面，并具备高机动性，以防止敌方拦截。而且不仅可以从地面发射，还可以从舰艇和飞机上发射。根据日本媒体披露的计划，在9周之后，日本下一步将会把12式部署到大分县，未来更在探讨直接部署到冲绳的可能性。考虑到即使只是在熊本市部署，改进型的12式反舰导弹也能达到平壤。也就是说，12式地对舰导弹实际上具备了从日本本土直接攻击他国纵深基地和港口的能力，是一款不折不扣的进攻性武器。这正好呼应了2022年底日本出台的安保3文件。长期以来，日本的国防政策都是专守防卫，也就是所谓的只能用最低限度的防卫力量在日本领土内进行防御性作战，不能拥有进攻性武器，更不能对他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而安保3文件出台后，日本将反击能力定义为以自卫为目的摧毁他国疆域内导弹基地等的能力，也就是说，日本可以以此为借口对他国领土内的重要目标发起直接攻击。尽管安保3文件中仍保留了专守防卫原则，但随着日本对外关系的变化及其国家战略目标的调整，日本的安保战略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海军没用上6代机，却抢先一步用上了无人吊机，那就是美国海军最近开始测试的无人空中加油机 MQ-25 黄鲷鱼。近日，首架将实际部署到航母上的黄鲷鱼已正式开始其地面测试。MQ-25 的加入标志着美国海军航空兵战术的一次大变革。长期以来，美国海军面临着一个极其尴尬的问题：由于西太平洋上的某位假想敌在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上的不断提升，美国海军最引以为傲的航母战斗群被迫在距离海岸线越来越远的地方活动。而美国海军的主力战斗机，包括 F/A-18 和 F-35C， 都有着短腿的毛病。以往为了延伸作战半径，美国海军要么牺牲挂载，在挂架上安装外挂油箱，要么就是依靠加油机进行补给，甚至是靠战斗机之间互相进行伙伴加油。这不仅效率低下，还占用了宝贵的战斗机出动架次。KC-135之类的加油机飞得又慢，还不能和航母一起行动，又增加了调度的困难。而 MQ-25 黄鲷鱼的出现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将作为航母的专属无人奶妈，负责为前出作战的战斗机群提供空中加油服务，从而将整个航母舰载机的打击半径向外延伸数百公里。另外，美国海军在不同的场合对黄鲷鱼寄予厚望，称之为美国海军无人舰载机联队的探路者。美国海军的长期目标是实现航母上60%或更多飞机实现无人驾驶，但在未来协同作战无人机方面，海军似乎并不是特别热衷，更希望让空军和陆战队先走。根据美国3军合作备忘录，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正在共同开发 CCA， 但各自的侧重点并不同。美国空军正在研发全新的作战平台，海军陆战队正在开发 F-35等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而美国海军则正在加紧部署 MQ-25， 以实现对现有机队的升级。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海军由于承接了美国最多的海外任务，优先选择最保守、最务实的方案是可以理解的。而另一方面来说，美国海军最近由于 F-47的出现，导致 F/A-XX 项目搁浅，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如下任海军作战部长候选人达里尔·考德尔上将所指出的，美国3军中最强的投射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而航母具有舰载机。如果美国海军无法及时部署6代机，那么其空中优势能力将被大幅削弱。火力军也认为 MQ-25 绝对不是美国海军的一个新玩具。在当前形势下， MQ-25 是美国海军维护航母打击能力的关键一步。在各类远程反舰弹道导弹的威慑下，美国航母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美国航母在红海地区就出现了这种问题。可以说，这款其貌不扬的无人机在未来直接决定了美国航母的拳头到底能伸多远，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新机的加入，现有的 F/A-18 和 F-35又怎么能在更高烈度的大国冲突中取胜呢？我们将持续关注美军的新进展。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全部内容，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